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汪思廉，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已经从楼顶跳下去了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到汪城妹妹汪思瑶刮花我车的这一刻。汪城，我公司破产了，看在上学时我请你吃了3年早餐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3年早餐？我汪城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来人，为我老学吃1000份火鸡面。汪城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拿我当提款机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做我的迈巴赫上学，连创业的钱都是我给的。结果你却把我当成人傻钱多的冤大头。我公司破产，你不但见死不救，还把我当狗一样侮辱。神级选择系统激活成功，已自动绑定宿主麒麟。丁，少女汪思黎刮坏了宿主豪车，请宿主做出以下选择：选项1，原谅汪思黎，自己当冤大头，奖励汪思黎好感度+1；选项2，打电话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，奖励现金100万；选项3，你也不想这件事被你父母知道吧？奖励俏花蓝雨熙的日记本。既然老天爷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只要没有道德，我就不会被绑架。选3，宿主选择已完成，奖励将会在宿主完成选项后发放。喂，麒麟，思瑶一个女孩子已经道歉了，你家里那么有钱，也不差这点修车费吧？你跟一个女孩子计较什么？于晨，汪思玲的青梅竹马，上辈子他俩结婚，我随了1万块份子钱，后来公司出现危机。老头子50大寿，我请他俩，一个都没来。损坏物品照价赔偿，这是写在法律里的。赔不赔这件事由我说了算，而不是你。还是说，你要帮他赔？不就是赔钱吗？多少钱？我帮他赔。车子划伤了4面，1面的修理费是3000块，一共1万2。现金还是刷卡？多少？1万2。你这是敲诈！敲诈？哼！最新款的迈巴赫 S680，如果去4S 店定损，价格还得翻倍，1万2已经是友情价了。还是说你想走4S 店定损？妈的，竟然要赔这么多！我1个月的生活费才50块。怎么，拿不出来？没有钱你装什么逼？麒麟哥哥，我代表于晨向你道歉，他刚才的话没有恶意。至于车的事，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商量也不是不能商量，就是我现在一看到某人，心情就不怎么好。于晨，你不准再说话了，否则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于晨，你先回家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能处理。麒麟哥哥，现在咱们可以商量赔偿的事了吗？可以，不过这外面挺热的，思琳妹妹不如跟我进车里坐坐，一边吹空调，一边谈赔偿的事情。好吧。你也不想这件事让你爸妈知道吧？不想。不想就乖乖答应我的条件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赔偿金的事情我可以免除。什么条件？思琳妹妹，有人告诉过你，你长得很可爱，很漂亮吗？你想干嘛？没想干嘛，不是你刮花了我的车子吗？只要你给我亲一下，赔偿金的事儿我可以免除。不行不行，麒麟哥哥，你和我哥不是好朋友吗？我哥说了，说你是阳光善良讲义气的人，所以你刚才是在跟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你哥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我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，阳光善良可跟我一点都不沾边。这样吧，也别我说为难你，我把条件改一下，只要你在我脸上亲一下，我就免除你的赔偿。只是亲脸吗？看来这么小的一个条件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，那我只好去找你哥，让你哥帮你还这笔钱。不要，我亲就是了，说好了，只要亲你一下，
赔偿锦的事情就免了。亲吧，我说的话肯定算数。你都说我是坏蛋了，连坏蛋的话你也信？你是不是个小傻蛋？亲也亲了，我现在什么也不欠你了。开门，我要下车。打开车门也可以，不过之前你还要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当然是写欠条了。刚才亲了你一次，免除你100块，现在你还欠我11900块。不是说好了给你亲一下就免除赔偿的吗？是啊，亲一次就抵消100块。我刚才只是说了给我亲就免除100元，又没说免除全部，是你自己误会了。我要到老师那里告状，说你欺负我还骗我。想去我现在就开门，不过你要想好了，到时候全校可都知道你被我亲了，你那青梅竹马会怎么想？对了，你告状也没办法免除剩下的赔偿金，毕竟没人相信我会为了让你亲一下就免除12000的赔偿金。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不可能傻到这种程度，对吧？写欠条吧，不然我现在就开车带你去你家讨债。记得写上归还期限，必须在1个月内归还，否则推迟1天需要补交100块延时利息费用。1个月我怎么可能还得清嘛？你这样还不如杀了我算了。谁说还不清的？亲一次100块，1天亲4次，1个月就能还清了。就当被蚊子咬了，只要不连累爸妈，不让于晨知道。写完了，给你。1个对勾就是100块，加油吧！还有120个对勾，你就还清账了。40，恭喜宿主完成选项3，蓝雨熙日记已发放，宿主请查收。特别提醒，宿主目前正处于一个多本都市小说融合的世界，主角众多。宿主需要及时粉碎主角光环，否则最终难逃悲惨结局的下场。多本都市小说融合的世界，难怪汪城能从一个家世普通的穷小子，最终逆袭成为富1代，最后还迎娶了校花。感情他身上有主角模板是吧？而我虽然是个富2代，却是小说里面的负能量代表，混吃等死，最后为了宣扬正能量，只能把我写死，对吧？主角是吧？我倒要看看，失去了主角光环，这些主角会是个什么本性。2002年9月28日，星期五。今天是27号，也就是说这是蓝雨熙明天的日记。早图课结束，我去办公室送作业，办公室居然1个人都没有。我无意间看到一份参主答案，天哪，是马上要进行的期末考答案。明明我已经特别刻苦了，但是一直进不去专业前10。我是班长，总不能让大家轻视自己吧？就这一次，我保证，只要拿纸和笔把答案抄回去，老师肯定不会发现。呼，考试终于结束了，等同学都走完了，就去卫生间把答案撕碎中走。当初系统觉醒，选择奖励是蓝雨熙的日记本，还真是一个明智之举。麒麟，今天怎么没去我家门口接我？车子昨天被人刮了送去修，我自己走过来的。谁这么没素质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那人已经赔偿了，我挺满意的。满意个啥？车子刮花可是要折价的，你就是心太软。要是我，肯定找那人好好论道论道。不说这事儿了，今天还有考试，赶紧吃早餐。你先吃着，我去点份牛肉面。小帅，走，哥请你吃早餐。咦，麒麟人呢？
算了，走了就走了，只要付账了就行。哎，同学，你还没付钱呢。老板，你搞错了吧？刚才我朋友不是已经把钱付了吗？你朋友是那个开豪车的帅哥吧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那就没错了。他刚才点餐的时候就说了，今天你请客，你们吃的加一起一共44块。操，他这样的富二代，怎么干得出这么缺德的事儿？老板，这账先记着，我下次来再结。本店小本生意，概不赊欠。如果你不给钱，我就跟你去学校找老师论道论道。别，我付。汪成，要不我这瓶尖叫放回去吧，毕竟你也没啥钱。谁说我没钱？你是我死党，难道我连瓶尖叫都请不起吗？汪成，钱是人傻钱多，仗义的富二代麒麟已经死了。麒麟，你刚才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了？钱都忘付了，是我帮你垫的。我刚才吃早餐，脑海里突然浮现班长蓝雨熙的样子。我发现班长长得真漂亮啊，挺想一亲芳房的，所以没跟你打招呼就走了。妈的，你不就是有点臭钱，也敢觊觎雨熙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？汪成，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难不成你也对蓝雨熙有意思？麒麟，你又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喜欢蓝雨熙？装吧，谁不知道你喜欢蓝雨熙？麒麟，你看钱的事，咱俩可是好兄弟，这段时间我请你吃早餐花了几百块，你现在跟我谈钱是想伤感情？看你说的，我哪有要钱的意思？今天这顿算我汪成请你的，礼尚往来嘛。小帅，你也不用感谢我，那碗牛肉面加尖叫是兄弟我对你的情谊。麒麟，等下就是期末考了，你可要好好努力，至少别再挂科，混个毕业证也行啊。是啊，我好慌啊！我爸说了，拿不到毕业证就要回家继承1万家产了。不像你汪成，毕业能找个好工作，每个月拿几千块钱高工资。妈的，算了，没必要跟一个混吃等死的傻子云社白计较。等以后找机会，看我怎么宰回来。班长，早读都开始半天了，你怎么才来？我去办公室找老师了。是吗？可是我听说老师都开会去了，班长大人怎么在办公室逗留这么久？难不成在里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只是见老师办公室脏了，帮忙打扫了一下。麒麟，一起去超市啊？行啊，正好水喝完了，再去来一瓶。早上被坑了44块，这笔账得赶紧宰回来。老板，拿2箱水。没问题。阿强，给林少爷搬2箱水出来。叫林少爷，人家心里指不定怎么骂你傻逼呢。汪成，想吃什么喝什么自己拿。说好了哈，这次我身上没带钱，真请不了你了。放心吧，这次我买单。最近身子骨有点肌无力，拿不了重物。这水一会儿打算分给咱班同学的。王成，要不你来搬？你不会肾虚吧？
1.8米的个子，连2箱水都搬不动。谁说我搬不动？2箱水而已，小意思。老板，帮个忙，把2箱水放我肩上。小帅，赶紧来帮忙卸货。想要绕过我讨好班上的同学，哼，这人情绝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。转学过来1个月了，谢谢大家对我麒麟的关照。今天我请大家喝水，人人有份儿。操，这狗东西动作也太快了。跟你们说哈，不仅是这些水，汪城手上这些零食也是我请大家吃的，赶紧来领，晚了可就没份儿哦。麒麟人其实挺不错的，麒麟你加油学习啊！不好意思哈，刚才口误了，谁知道同学们动作这么快呢？失误，这次肯定是失误。妈的，下次一定找机会整这王八蛋一顿。我放在包里的200块怎么不见了？我放在包里的200块怎么不见了？哦，今天我刚好没带钱，看到你包里有200块，就先拿来用了。不问自取视为偷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就拿我的钱？我们不是最好的兄弟吗？用你200块怎么了？跟杀父仇人抢了你媳妇儿似的。你再说，我请你吃早餐花了不下500，请你喝水吃东西不下300，在你身上花了小1000块，现在你为了200块对我大呼大叫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这个兄弟就值这点钱？麒麟，这王八蛋！这200块是我省吃俭用大半年才攒下来的，就等着雨熙生日那天给他买个 MP3 做惊喜，现在全被他毁了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不就是200块吗？以后我再请回来就是了。乖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闹脾气了。刚才是我太激动了，麒麟，你说的对，都是兄弟，为了200块吵架不值得。只是以后你要用钱，提前跟我说一声，免得引起误会。汪城人不错啊。是啊。都让你别和麒麟走太近，人家把你钱用了，你连说他的理由都没有。也就是你，换做一般人，肯定要和他绝交了。麒麟新来乍到，大家都排斥他，咱们至少做到不歧视他。虽然麒麟缺点挺多，但咱们也不能放弃他，对不？汪城，你这人太善良了，以后肯定会吃亏的。还是宝宝对我好。你干嘛呀？不是早就说了，我大学毕业之前不谈恋爱。好吧。都安静了，准备考试。好累啊，看了一早上的题目，眼睛痛死了。这次题目挺难的，估计我要考砸了。雨潇，都考完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是不舒服吗？是有点不舒服，我想休息一会儿再走。真不舒服？要不我给你看看。你好烦呐，女孩子的不舒服你不明白吗？你赶紧回去吧。估计来大姨妈了，那你回去多喝点热水，我先走了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班长大人真的在干坏事呢。班长蓝雨熙考试作弊，销毁证据被宿主发现。选项1，包庇他，奖励好感度+1。选项2，带到班主任那里揭穿。你们也不想作弊的事被大家知道吧？奖励齐雪瑶日记本1份。选项3，选择成功，奖励将在完成后发放。
臭流氓！你怎么进女卫生间？班长，你可以叫的再大声点，这样我进女卫生间，你考试作弊的事，大家就都知道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根本没作弊，反倒是你闯进女卫生间耍流氓！我要告诉老师。证据毁掉了，所以有恃无恐，对吧？麒麟，如果我是你，现在肯定转头就走。看在初次犯错的份上，这次我就不计较了。走？可我现在不想放你走。你想干什么？再过来我叫人了。你说，如果我把这张纸条跟日记交给班主任，会发生什么事？麒麟，你混蛋！把纸条还给我！麒麟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瞧不起你。以后你想抄作业，我都给你抄，只要你把纸条还给我。我是差生嘛，你瞧不起我是应该的，我也不用你瞧得起。你的作业我也不想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总得说说怎么样才肯把纸条还给我吧？你也不想作弊的事被父母知道，对吧？爸爸如果知道我考试作弊，不光会往死里揍我，以他的脾气，说不定还会把我拎到全校师生面前道歉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行。这样，我们做个交易，只要你答应我2个条件，我就把纸条还给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的条件很简单，第一，下午不是还有2场考试吗？一会儿你把你手里那份答案再抄一份给我。只是抄答案？那第2个条件呢？至于第2个条件，之后再告诉你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得先陪我去4S 店取个车，我车被人刮了。取到车，我就告诉你第2个条件。齐总，您的爱车我们已经重新上好漆了，还替您做了打蜡和惊喜，您看还满意不？不错。多少钱？4面车身全部重新上漆，一面3000，总共12000。不过齐总一家是我们4S 店的老客户，我给您打个8折，9600就好。9600？我爸我妈1个月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够给麒麟修1次车。以前只知道他家有钱，没想到有钱到这种地步。走吧，上车。去哪儿啊？答案抄给你了，车也陪你取到了，你还要带我去哪里？你刚才不是问我第2个条件是什么吗？第2个条件，上车陪我去接个牛头人，我就告诉你。接牛头人是谁？哪来那么多问题？你还想不想要纸条了？麒麟，你要是敢骗我，就算你把纸条交给老师，我也要跟你势不两立。蓝雨熙，如果你知道我接的人是谁，恐怕死也不会跟来吧。这狗东西不是跟我闹翻了吗？怎么还打给我？喂，汪成，说真的，上午的事儿我挺生气的。我把你当兄弟，在你身上花了小1000，到头来你为了几十块跟我斤斤计较，我真的心都伤透了。那你还给我打电话？还不是班长劝我了。中午放学后，班长找到我，又是请我吃饭，又是安慰我，让我大度一点，不要跟你计较。说真的，班长长得那么漂亮，我早就看上她了。闻着她清香的口气，听着她的劝，我居然想开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别说几百块，就是女人也能让。以后我都来接你上学。雨熙找个这混蛋，还请他吃饭。雨熙连我都没请过。麒麟，你这狗东西，我要杀了你！雨熙清香的口气是你能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班长可真是个好人啊。对了，班长开导完你就回学校去了？回学校？没有啊。不说了，我在你家门口等你，不要让我等太久了。哈哈，好，果然够兄弟。这孙子到底想干什么？算了，免费的车干嘛不坐？去了就知道了。真来接我了，看来这小子还不想失去我这个好兄弟，果然是个人傻钱多的富二代。班长，我要接的人到了，给。还好，麒麟这个混蛋没耍什么花招。什么？麒麟要接的人是汪成？麒麟，你在里面吧，车门打不开。
坐在麒麟车上，请这混蛋吃饭还不够，都开导到副座椅上了。王成，副驾坐着班长呢，你坐后排。真他妈怪了，你俩不是高中同学吗？见了面屁都不放一个，我都怀疑你们俩是不是私下有一嘴啊？麒麟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我们还是学生，得以学业为主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可要追班长了，你可别到时候插一脚。麒麟，你再乱说我就跟你拼了！我跟汪成就是同学关系。是啊，麒麟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没想到班长会坐你车。开个玩笑而已，怎么一个个都当真了？你俩先下车，我去停车。怀疑的种子种下了，接下来该你们自己浇点水了。雨熙，你为什么要去开导麒麟？你听他说的那些话，他在打你主意。你先别说我当初劝你别跟他接触，你听了吗？你还不是主动跟他交朋友，你哪来的资格质问我？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想跟他做朋友，我就是利用他耍他玩玩而已，你明不明白？原来他从一开始就在利用麒麟，难怪麒麟会盯上我，这是在报复汪成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为什么坐他车上？汪成，你是不是怀疑我蓝雨熙是水性杨花的女生？你要是这么想，以后就别跟我说话了。不是，我怎么敢怀疑你？我就是气麒麟的混蛋胡说八道，肯定是他主动找你，你心善才答应的，对不对？放学我看太阳大，他非要载我觉得是同学不好意思拒绝，就请他吃了个饭当还人情。我就说嘛，就麒麟那种癞蛤蟆，怎么可能配得上你？汪成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以后离麒麟远点，他不是善茬，你斗不过他。他说我斗不过麒麟，当着我的面说我不如那个混蛋富二代。我知道了，不就是有2个臭钱吗？麒麟，你敢惦记我的雨熙，我迟早让你跪在他面前道歉，也让雨熙好好看看，到底谁才是废物。考试开始，不准交头接耳，把与考试无关的东西收起来。离间计 B 计划，王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雨熙，麒麟在作弊。你说我现在举报他，他会不会直接被开除？不行，你绝对不能举报他。为什么不能？雨瑶，你是在袒护那小子？老师，我举报麒麟同学考试作弊。我操，汪成举报他兄弟，大义灭亲啊！这波，麒麟，就因为你是我的兄弟，我才更不能看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今天你可能会恨我，但明天你会感谢我今天拉了你一把。麒麟，汪成举报你作弊，有这回事吗？呀，作弊被发现了呢，挺不好意思的。真是个傻子，作弊还敢这么嚣张，就等着被开除吧。你说是不是，于瑶？都是麒麟那狗东西把雨熙带坏了，等这家伙被开除了，雨熙一定会恢复以前的样子。把你作弊的答案交出来。喏，就这玩意儿。这是蓝雨熙的字。这答案谁给你的？班头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麒麟虽然不学无术，但我不是出卖朋友的人。我是不会说出来，这张纸条是班长给我的。麒麟，你这个臭混蛋！我以为……麒麟，你别血口喷人。雨瑶是品学兼优的3好学生，是班长，怎么可能跟你同流合污去作弊？班长竟然帮麒麟作弊，怎么回事？他不是最看不上麒麟的吗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年头用钱能办到的事儿都不是事儿。够了，汪成，你还没闹够吗？我承认答案就是我给骑驴的，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别举报，别举报，你偏不听。现在我形象彻底崩塌了，你满意了？
你们俩先在这儿反思一下，我先去趟校长办公室。你走开！我讨厌死你了！讨厌我？讨厌我这种人也对。以前你品学兼优，骂我是应该的，可现在你考试作弊，我又作弊，咱们俩半斤八两，你还瞧不上我？如果我说我有办法帮你洗白，拉你上岸，你怎么想？证据都那么明显了，班主任去完校长办公室，通报批评马上就会下来，怎么洗？你洗不了自己，但我能洗你啊！不就是一份答案吗？我就跟老师说是我逼你写的，你觉得老师信谁？对，如果是麒麟主动扛，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是富二代，最多被教育几句，而我这个被胁迫的优等生反而能全身而退。你会这么好心帮我背锅，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说出来？聪明，条件就一个，这个。你休想！话别说那么绝对，这事儿要是传到你那个刑警队长爸爸的耳朵里，爸要是知道了，他在单位还抬得起头吗？你就是个混蛋！念在你们初犯，回去一人写一份检讨。另外，把你们家长叫过来。这件事不会通报全校，但必须让你们父母知道。班头，我说实话吧。什么实话？早上我想抄班长作业，他不给我抄，我就想整他，骗他说帮我抄份学习资料就行。他根本不知道那是我从办公室顺的答案卷。班长就是心太软，帮了个差生，结果被我利用来逗闷子。回头想想他也挺无辜，所以不装了，这事儿我一个人干的。他竟然真自己全扛了。真的假的？作案动机都摆脸上了，不信你翻早上交的作业，里面压根没我的。那你当时为什么承认作弊？我怕麒麟同学走拍路，当时脑子一热，想把责任揽自己身上。既然这样，麒麟、嫁祸同学罪加一等，父母两个都叫过来。雨熙被叫去办公室了，万一真被开除，都是我害的，都怪麒麟。没碰上这狗东西，老子哪来这么多倒霉事儿？雨熙，真对不起，我要知道那答案是你写的，打死我也不会举报。都怪我，你要被处分了，要被开除了。如果可以让我替你背这罪都行。汪城对班长可真痴情啊！就你这样根本斗不过麒麟，为什么要惹他？我已经向老师澄清了，作弊是麒麟嫁祸我的。我现在没事了，但麒麟被记了过，要叫家长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雨瑶，你这么正直的女孩不可能作弊，都是麒麟那狗东西。汪城，我答应过你，毕业找到工作我就当你女朋友，你没必要吃麒麟的醋。但我最后说一次，以后别再找麒麟麻烦，否则我不会再理你。我答应你就是了。只要那狗东西别再惹我。
只要每天走早点，碰不到他，时间长了他就把我忘了吧，12000肯定也不了了之了。思琳妹妹，怎么这么巧呀？又碰到你了。为什么？我都出来这么早了，还能被堵到？傻站着干嘛？忘了昨天刮我车的事儿了？叫声麒麟哥哥来听听。麒麟哥哥，这才乖嘛！麒麟，拿开你的臭手！哟，小刺猬又炸毛了，我好怕呀！我这人一害怕就容易想起刮车的事儿，一想起刮车就想那12000呢。于晨，麒麟哥哥只是把我当妹妹而已，你快跟麒麟哥哥道歉。道歉？凭什么？明明是他欺负你。于晨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现在才发现你好幼稚。你走吧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从小到大，思云从没说过这种话，现在竟然因为这个混蛋。伤害何尝不是一种保护呢？等这小子明白你的良苦用意，才算真长大了。麒麟哥哥，你能说出这种道理，就说明你内心是善良的。于晨是真的喜欢我，你能不能饶了我，别再伤害他了？饶了你，行啊。主动亲我一次，抵500块，怎么样？够不够善良？你说真的？当然。不信你可以写在欠条背面。麒麟哥哥，我主动亲你了，说好的抵500块。我说的是亲嘴算，你亲脸算什么？那你又没说清楚，反正我亲了，你不许耍赖。唉，终日打雁，今儿被雁啄了眼，行吧，给你减500。耶！好了，刚才那是意外，这次亲嘴才算，赶紧的吧。成哥，不好了，司令被你们班的麒麟带走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那台迈巴赫是让思莹刮花的。没事儿，那人已经赔偿了，我挺满意的。满意个啥？车子刮花可是要折价的，你就是心太软。要是我，肯定找那人好好论道论道。后来呢？也不知道思莹怎么说服麒麟的，他最后居然没有找思莹赔偿。可今天放学他又拦下思莹，让思莹叫他哥哥，我气不过顶了2句，思莹就把我赶走了。我回头看的时候，他已经坐上麒麟的车了。呸！什么说服？肯定是麒麟那混蛋让思阳答应了什么无理条件，指不定初吻都没了。难道因为我举报他作弊，他怀恨在心，拿我妹妹报复？妈的！麒麟要敢动我妹1根头发，我弄死他！成哥，思学的自行车还在这儿。麒麟把我妹妹带哪儿去了？不行，我要报警！别乱报警，万一麒麟只是送他回家呢？就像中午送我那样，到时候闹了冒农报假警，你麻烦大了。对，万一这是麒麟给我设的局中局呢？我一报警，结果他把我妹送回家，我就真上套了。行，听你的，我先回家看看。那我先回自己家了，有消息打电话。成哥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麒麟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举报你作弊的是我，你要报仇冲我来，欺负我妹妹算什么本事？叔叔，就是他，强迫思然叫他哥哥，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，天天欺负人。
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是这小子欺负妹妹啊！你还有脸说？你妹妹把人家车刮了，留修费1万2，人家麒麟不仅没要钱，还怕你妹妹害怕，好心送她回家。啥？维修费用1万2？你老爸我一个月倾死累活才1200，1万2我要干10个月。人家麒麟是咱们家的恩人，你回来就骂恩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你同学道歉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兄弟，是我弄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叔叔您别激动，我和汪成都是兄弟，这是应该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家了，等下次有空再来看您和阿姨。好，好，好，常来玩啊，麒麟同学，帮我给你父母亲带个好。你小子也是个挑拨离间的主，麒麟比司令大，叫声哥哥怎么了？叔叔，你一个毛头小子，不好好读书，天天争风吃醋，像什么话？爸，于晨他……走走走，赶紧回你家去！再让我看见你跟着思瑶，我跟你爸说道说道。还有你给我回房跪着去，今晚不准吃饭。麒麟，你让我挨这一巴掌，我记下了。以后老子弄不死你，不叫汪成。齐雪瑶，好久不见。雪瑶姐，你今天好香呢。吓死我了！麒麟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以后再这样，我就生气了。别呀，就是觉得雪瑶姐挺好看的。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呗？麒麟，虽然我们是一个村的，但我一直把你当弟弟，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做你女朋友。道德绑架这一套可不兴玩的啊！雪瑶姐，你把我当弟弟，难不成是想分我家产不成？雪瑶姐，你看当初你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寄宿在我家3年，现在我家遇到了点麻烦，你能不能……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就让员工给你租一间10平米的房子，房租我一次性付3年。这也算我还了你一家人的恩情。吃喝住3年，1分钱没收，到头来10平米的狗窝就是还恩情。麒麟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知不知道你手里拿的这盒冰淇淋叫哈根达斯，是我妈特意买回来给我吃的，一盒就要56块钱。麒麟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用词？叔叔阿姨都说了，让我把这里当自己家，想吃什么直接拿，不用客气。哈根达斯在漂亮国都是奢侈品牌。1998年才进入江焕市，平常人见都没见过，也只有我这种富二代家庭才能吃到。我家什么能拿，什么不能拿，你这个外人没一点眼力见吗？什么哈根达斯，不就是个冰淇淋吗？竟然要那么贵！当然，如果你非常想吃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雪瑶姐可以拿一些东西换的吗？钱是欠我的，这一世慢慢还。麒麟，你混蛋！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才不会拿自己换那些东西。你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吃你家一点东西了。前世在我家蹭吃蹭喝3年，走的时候连句谢谢都没有，现在装什么贞节牌坊？2002年9月29日，麒麟这个臭混蛋一点也不尊重我，看我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了。只是拿了一盒冰激凌他就骂我，还让我想吃就拿自己换。按道理说，齐雪瑶日记里不应该出现我才对，毕竟前世的我在他眼里就是个透明人。看来日记会随着现实改变而更新，因为我欺负了他，他就把我写进去了。
今天我瞒着父母辞去了老师的工作，我决定和江磊共同创业，办一个英语培训班。现在出国留学旅游的人越来越多，这是全民学英语的最佳时机。一旦成功，我就能成为华夏精英，再也不用看麒麟的脸色了。这件事绝对不能让我爸妈知道，他们一辈子求安稳。如果知道我辞了铁饭碗，肯定会把我抓回家。等什么时候麒麟落魄，我一定要好好羞辱他。前世我也没欺负你啊，倒是你天天在我家蹭吃蹭喝，就因为有一次我爸没借钱给你，你就恨上我家了。02年辞职创业，胆子够大的啊！教师可是铁饭碗，你爸妈知道了，腿都得给你打断。前世的齐雪瑶就是靠着这次创业成了教育界的女王，但前世是前世，这一世你齐雪瑶注定要成为我麒麟手中的玩物。麒麟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没想干嘛呀，就是起床刷牙呗。然后不小心看到了梨子，多看了2眼。梨子？什么梨子？你今天是星期六，你不用上学，起这么早做什么？雪瑶姐，昨天晚上睡觉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昨天说的话挺过分的。我说你是外人，是我不对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向你赔罪。向我赔罪？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啊。没错，这也是我起这么早的原因。我准备送你去上班，平时你坐公交车颠簸不说，车上味道也不好，还是坐我家奔驰吧。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别这么客气嘛，你不是说把我当弟弟吗？弟弟送姐姐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麒麟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原谅你了，我一点都不生你的气。你今天好不容易放假，就在家好好休息吧。真的原谅我了？真的，我发誓，我是你姐姐，哪有姐姐记恨弟弟的？那行吧，如果雪瑶姐你跟我拥抱一下，我就相信你，我也不送你去上班了。他根本不是求原谅，就是想占我便宜。可是他如果送我，就一定能发现我辞职的事儿。抱完了。既然雪瑶姐不要我送，那我回去睡回笼觉了。这就完了？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原来在这儿创业呢，这破地方。现在人多眼杂，等下午人走光了，再来找雪瑶姐好好上课。9月29，周日。我要是没记错，于晨的腿就是今天断的吧？喂，麒麟啊，汪叔，你那边挺吵的，不会在上班吧？我有没有打扰你？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正清闲呢。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？也没什么大事。今天不是周6吗？我闲着没事，想约思瑶妹妹去游乐园玩一下。这小子果然对思琪有意思啊！哎呀，真不巧，司令早上就和同学约好去江边玩了，这会儿估计不在家。哦，原来是去江边了，不碍事。既然思瑶今天没空，那我下次再约她。汪叔你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这孩子真有修养啊！比于晨那混小子强100倍。要是思瑶能和他在一起，12000不用还了，那个大混蛋也不会再骚扰我了，终于解脱了。给，谢谢。麒麟那个狗东西挑拨离间又怎样？思瑶还不是我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再过来我们喊人了！于晨，快来！有人要欺负我们！是潇潇他们。思阳，你在这待着别动，我上去看看。
喂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小子，我们跟小妹妹聊天，关你屁事儿！识相点就滚远点儿。他们是我同学，你们几个臭混混，趁老子生气前赶紧滚！英雄救美是吧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住手！你们别打他了！操，这小妞好漂亮啊！思瑶，你别过来，我扛得住。扛得住？这一棍下去，你腿骨都得碎。求求你们放过他，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。那行，这小子骂了我们，精神损失费5000，他还动手了，我们怀疑被打出了内伤，去医院检查，后续补品再加5000，1万块，你拿出来，我们就放人。我操你们祖宗！明明是你们调戏我同学。哟，好热闹啊！麒麟哥哥，麒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哟，这不是于晨吗？一天不见，怎么这么拉了？小子，你是来帮着小妞付钱的？付钱？付什么钱？这小子骂了我们，还把我们打伤了，精神损失费加医药费1万块，给得起吗？不给会怎么样？不给，老子现在就把这小子一条腿卸了！不要，麒麟哥哥，求求你帮帮于晨吧，就当是我借你的，行吗？既然思瑶妹妹开口了，那我不帮也说不过去。不过嘛，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要是愿意打欠条，这笔钱还是能借的。思瑶，不准求这个混蛋！我就是腿断了也不要他的臭钱，他对你没安好心。于晨，求你别说了，我是心甘情愿借的。你还这么年轻，腿真断了怎么办？到底借不借？不借我回去吹空调了。借，我借。写欠条吧。1万块，数数。这还差不多啊，小子，今天算你走运，遇到贵人了。上车吧，外面这么乱，哥哥亲自送妹妹回家。思瑶，你在哪儿？千万别上他的车，他肯定没安好心。他眼睛被10刀师烧了，现在不送去医院洗眼睛，以后可就瞎了。麒麟哥哥，求你把于晨也送医院去吧。唉，谁叫我这人心善嘛，毕竟一个学校的，今天就当做好事了。潇潇，你们先坐公交回去吧，我送于晨去医院。我在城西江这边被几个小混混打劫了1万块。城西江边，那不是小四毛的地盘吗？我不管谁的地盘，给我一个交代，懂？是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这1万块，你打算怎么还？还和之前一样吧。也可以，不过嘛，现在是第2次欠债了，利息得涨，以后都得你主动亲我。这么可以？你怎么能随便涨价？我的钱我说了算，不想答应，我现在就把这小子扔下去。我答应你就是了，
你别扔他。这才乖嘛。少爷，人找到了，钱也要回来了，我晚点给您送过去。好。汪成，真不巧，你妹妹又掉我手里了。今天来听免费课的有178个人，只要有一半留下，1节课就能收700多培训费，一天好几千，一个月几万，甚至上10万。有了钱，就能在麒麟面前挺直腰板，再也不用受他的气了。雪瑶，你以后有了钱，不会忘了我们的约定吧？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只要培训公司成型，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。可刚才那阿姨要介绍她那个国外留学的儿子给你当男朋友，我只是华科大的，哪比得上人家国际名校？而且那阿姨珠光碧气的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女人吗？他儿子再优秀，那是他儿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江磊，我发现你现在特别不自信，这创业才刚开始你就泄气了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算了，不说这个。讲了一下下午课，你肚子饿了吧？我请你吃饭，当赔罪。这还差不多。雪瑶，你认识他？姐夫哥好啊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麒麟，是雪瑶姐同村的弟弟。哦，原来是雪瑶的弟弟啊！我听他提过你，他现在就住在你家对吧？对，早就听雪瑶姐说姐夫哥一表人才，还是华科大毕业的高材生。你雪瑶姐真这么夸我的啊？那还能有假？我和你雪瑶姐正要去吃饭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好啊，不过雪瑶姐爸妈托我给她带几句话，姐夫哥能不能先回避一下？小问题，我先去办公室整理报名清单，你们聊完叫我。别走，江磊，你这个大傻子！麒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雪瑶姐，你也不想自己辞掉老师工作的事情被你爸妈知道吧？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雪瑶姐撒谎的样子很美，但也很拙劣哦。早上那么明显不想让我送你去上班，我就猜你肯定有事瞒着我，结果开车跟着你，你猜怎么着？居然发现你在这儿开培训班。这个卑鄙小人！谢谢夸奖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啊，我就是想亲你一下。你休想！那就是没得商量喽。麒麟，只要不是这件事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你早上肯定也看到了，这培训班多火，等做起来日进斗金。只要你帮我瞒着我爸妈，我给你1成不2成干股，你什么都不用干，每个月白分钱。雪瑶姐，你是不是太没见识了？我爸可是亿万富豪，一个月收入上千万，你现在1毛钱还没赚到就给我画大饼，就算你给我10成干股，我也没兴趣。在我眼里，你的吻可比这玩意儿实在多了。可我是你同村的姐姐啊，我把你当弟弟，你怎么能亲你？啥玩意儿，姐姐，别道德绑架我。我爸和你爸只是同村而已，没一点血缘关系，咋就不能亲你了？麒麟，你现在血气方刚，想找女朋友也正常。那要不这样，我还有一些同学长得也不比我差，你等我几天，我给你介绍女朋友，行不行？行啊，不过嘛，在找到之前，你先顶替一下，每天履行女朋友的职责。等你什么时候给我介绍到了，我再把你还给江磊。麒麟，你无耻！你今天死了这条心吧，要打电话你就打，大不了我回花园市去，随便找个人嫁了，也不用再每天受你这个恶心家伙的气。说的有模有样，就跟真不怕一样。不过你舍得放弃刚起步的事业，那些学员可都夸你讲课好呢。明天就报名，哗啦啦的钞票等着你收。你的商业板模不要了，不想扩大培训班成为教育公司，不想成为亿万富豪女强人，
在成千上万人面前演讲，接受他们崇拜的眼神。火候差不多了，算了算了，也别说我齐兰没人性，谁让你爸跟我爸是朋友呢？我不亲你，你只要在我脸上亲一下，我就帮你瞒着这件事。再不行就算了，反正你也不喜欢我，我干嘛帮你瞒着？干脆让大伯来接你回去，以后我看不到你，也不会再有念想。我答应你。上套了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让我讲课他不认真听，然后罚他，罚的就是在他脸上亲一下。过来，我要揍你。前世喜欢你，被你奚落得一文不值。喜欢一个人有错吗？那为什么被喜欢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伤害对方？齐雪瑶，这一世我要把你的爱情、事业、名望全部收走。雪瑶，大厦快锁门了，咱们得赶紧走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大厦快要锁门了，要不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。姐夫哥，我就不跟你们去了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要跟雪瑶姐交代的话都说完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那好吧，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约。既然是姐夫哥，那肯定机会多的是。麒麟，你最好祈祷你家一直是富豪，否则等你落魄的那一天，就是我把今天的羞辱还给你的那一天。周末了，咱班长大人会去干点啥呢？可别是跟汪城约会，要真是，也可得去搅和一番。2002年9月30日，汪城跟我坦白了，被麒麟用掉的那200块是准备给我买礼物的。现在趁着周末，他想找份钟点工继续存钱，等我生日的时候给我惊喜。看不出来嘛，汪城这人还挺懂浪漫的，不像麒麟，不是在气我，就是在气我的路上。刚好小姨的酒楼正忙，缺人帮忙，我就把汪城介绍过去了。一天下来挣了50块钱。小姨说他是个好孩子，让他下周再。前天才离间完，过1天就和好了，想散你俩拆散还挺费劲啊。这么一看，系统给的新奖励还真是很实用。麒麟啊麒麟，你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我却已经搭上雨熙小姨这条线了。只要表现好，传到雨熙爸妈耳朵里，到时候全家都支持我，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雨熙爸爸可是刑警队长，让他查查你家底细，我就不信你不吓得给我跪下。哥，就是他，和齐少爷给的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。准备干活。哎呦！不是，我就一自行车，你搁这演武侠片呢？兄弟，没事吧？要不要扶你起来？哎呀，我的腿断了，撞人了，没个18000的。今天你别想走。18000，大哥，你自己往我车上撞的，责任不在我啊。我扶你都算仁至义尽了，1毛钱没有。来人啊！撞了人不赔钱还想跑，有没有天理啊？小子，你很拽啊！撞了人还想跑，你还有没有道德啊？这种败类，今天不教训教训你，我们都看不下去了。你们眼睛瞎的，是他往我车上撞的，你看他皮都没破，哪像要死的样子？哎呀！不是，你兄弟们，这小子还敢打人，扁他！
汪成啊，汪成，你不是想表现吗？行啊，我替你去。先生，请问你想吃点什么？美女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蓝雨熙介绍来工作的，麻烦帮我叫一下老板呗。我操，蓝雨熙小姨这么年轻，这颜值不比蓝雨熙差。你就是雨熙的同学？对对对，我是汪成。雨熙从来没说她小姨这么漂亮，刚才我都看懵了。我是雨熙外婆最小的女儿，比她大不了几岁。行了，开始干活吧，把桌子擦一遍，地面扫一下。咦，我自己看了都恶心。服务员，你给我过来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吃过的口香糖为什么会在银耳羹里？汪成，那口香糖是不是你吐的？应该，或许，大概，可能是吧。滚！现在就给我滚！你被开除了。开除我可以，今天的工资总得给吧？50块，拿来。你还有脸要钱？刚才我赔了500块，我没让你赔就不错了。不给就不给，爷还不干了。回头我逢人都说你这是黑店。工资不给够，拿你红牛来凑，绿日月气死你！你们几个杂毛给老子等着！老子记住你们的长相了，等爷发达了，弄死你们！糟了，去雨熙小姨那儿打工迟到了。手机呢？把我手机拿来！老板，您没事吧？我要给雨琪打电话，告诉她，以后再敢跟汪成那臭虫来往，就别让我这个小姨。真不好意思，路上出了点事儿，几个混混碰瓷我，还把我打了一顿，所以来晚了。老板，今天的工资我不要了，免费帮一天忙，当赔罪。我操，雨熙小姨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。小姨，您笑啥？打得好啊，打得妙！像你这种好吃懒做、品行败坏还好色的人渣，打死你才好呢！我品行坏、好色，小姨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我第一次见您啊。小桃，去拿扫把来！今天我非打死这装蒜的王八蛋！有眼力劲儿，打人家用这个，下个月涨工资。操！大家快来帮忙打色狼啊！这家伙欺负了我们店里的女孩。我冤枉啊！我什么都没干啊！妈的，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上班路上被人白打一顿，现在又成色狼了，我冤啊！兄弟，快救救我！他们误会我了，我根本不是色狼。你是我好兄弟不错，但我这人秉性正直，从来都是帮理不帮亲，所以对不住了。
麒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呀，汪城，你怎么躺地上了？雨熙，快跟你小姨解释一下，我根本不是色狼，也没得罪他店里的客人，一定是误会了。小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汪城是我同学，再怎么也不能绑地上吧？雨熙，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？他调戏我员工，偷吃客人早点，还把口香糖吐进银耳羹里。汪城，这些事真是你干的？雨熙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的品行你是知道的，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他连兄弟都能当凯子宰，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我让你小子干坏事，500块啊！你爸好几天的工资。难怪汪城心理变态，原来是被他爹打出问题的。汪叔，算了，打死他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您还是想想怎么赔这500块吧。麒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巧了，刚才我看到一群人追着汪城喊变态，担心他出事儿，就赶紧出来制止，把人都劝走了。毕竟是同学嘛，该帮还是要帮的。汪城有你这样的好兄弟，真是他的荣幸。看在你们是雨熙同学的份上，我就不追究精神损失费了，赔500块，人领走。你们先等一会儿，我先去找我闺女商量一下啊。你这死丫头，就会在家里闹腾。你哥现在出事了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爸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。你和那个麒麟，不是关系挺不错的吗？你看看，能不能求求他，让他帮忙垫一下这500块？我不去，麒麟的钱哪那么好借？那是你哥，爸妈就那点能耐，帮他还了500，你哥大学的费用怎么办？你们兄妹俩明年的学费怎么办？是明年一起辍学，还是现在去求麒麟帮忙？你自己选。爸，你就不怕我借钱被别人欺负吗？哪个当爹的想女儿受欺负？可人家麒麟人也挺好的啊，爸看得出来他对你有意思。他家亿万富翁，你真跟他在一起了，以后肯定幸福。可我有自己喜欢的人啊，我就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吗？自由恋爱？你才上大一，跟谁恋？于晨那小王八蛋，穷逼一个！我现在就挑明了，他这辈子都别想进我家门，赶紧找麒麟去，否则你和你哥都别读书了。麒麟哥哥，我爸爸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家吧。四娘，别求这王八蛋，这件事根本就是他陷害我的。闭嘴！你小子真想把你爹气死是吧？思林，别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话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，现在你遇到麻烦，当哥哥的岂有不帮的不义？放心吧，你和汪叔带汪城回去，这500我来出。不过嘛，以后每次主动亲我的时候，得坐我怀里哦。太好了，贤侄，那今天的事儿太谢谢你了，我们先带汪城回去。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最后还让女儿求别人。小姨，这是我帮兄弟赔你的500块。你们还在读书，小姨哪能收你的钱？小姨你就放心收下吧，这家伙家里是亿万富翁，压根不缺这点钱。亿万富翁？是啊，小姨，我家挺有钱的，你开店不容易，我不能让你白白损失，收下吧。你这孩子也太懂事了，那小姨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马上中午了，你别走，小姨亲自下厨，算是感谢你帮忙。哼。妈，快过来给妈妈抱抱。儿子，妈妈以后再也没能力保护你了，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们，
这辈子我要你们好好活着，全都活到100岁。傻小子，爸妈再忙也会回来看你。你要是真想和我们多待，就好好学习经商，早点接手公司，再找个媳妇儿，生个大胖小子，让你妈退休了有事儿干。够了啊，这是我老婆，抱起来没完了是吧？赶紧去看你妈给你带的礼物，她熬了好几个通宵了。雪瑶，是叔叔阿姨亏待你了吗？一回来连金口都不舍得开，还是说你根本没把我和你叔叔放在眼里？叔叔阿姨，老妈这是在帮我出气，前世我居然没注意到，果然世上只有妈妈好。齐先生、方太太可以开饭了。雪瑶，你阿姨就是太疼小玲了，别介意。阿姨是长辈，我哪会介意？对了，前天考试我作弊被班手抓了，让你们抽空去趟学校。不学无术。你爸没告诉你什么叫家教。麒麟再怎么说也是你同村的弟弟，我们家好吃好喝供着你，你就是这么说他的？雪瑶姐，是不是在你眼里，不好好学习，没考上好大学，就是没前途？爸妈，养殖公司的生猪数量该减了，国家储备肉控价，国外猪肉冲击市场，再来场猪瘟，咱家一夜回到解放前。灵儿，你说的妈妈也知道，可除了养猪还能干啥？总不能跨行业砸钱吧？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猪可以养，可养猪最便捷挣钱了。猪肉大家都吃腻了，有一种从夏威夷引进霓虹国，又从霓虹国引进华夏的美食，不久后会端上大众餐桌，形成上千亿的产业。臭小子，什么东西？小龙虾。小龙虾，那玩意儿没多少肉，腥味又大，真有人吃？妈，任何物种都能做成美食，关键在烹饪。咱楚省、湘省都有吃夜宵的习惯，只要把小龙虾推上夜宵餐桌，成为第一家专养龙虾的公司，整个市场都是咱家的。就算你说的对，可现在根本没人吃龙虾，养出来卖谁去？先在地方台打广告。今天你带女朋友吃小龙虾了吗？然后市级、省级甚至央视再办龙虾美食节，报纸铺天盖地宣传，免费吃，我就不信火不起来。莲儿，你以前是不是故意装笨，就想让爸妈养着你当个悠闲富二代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行了，方案打动我了，这个项目妈投了。等等，又是打广告，又是美食节，还得建养殖场，得投多少钱？而且现在根本没有食谱能把小龙虾做得好吃。明天你们搞几斤小龙虾回来，我亲自下厨做3套，觉得好吃就听我的缩减生猪，发展龙虾，不好吃当我没说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看陈一做饭学了点儿，不多。妈，雪瑶姐夹的排骨真香，我还想吃。听到没？多加几块。齐雪瑶，千万不能哭，千万不能被混蛋看笑话。2002年10月1日，谁还不是家里的小公主了？凭什么麒麟欺负我，他妈妈也欺负我？这里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我给我爸打电话，坦白了我辞掉了教师的工作。虽然被我爸臭骂了一通，但我反而心里平静了下来。这下子终于不用担心麒麟告诉我父母了，也不用再被他亲了。我爸准备把我接回花园市，
不是我齐雪瑶不努力，你们要怪就去怪麒麟这混蛋吧，是他毁了这一切。想跑？前世你羞辱我的账还没算完呢。再说，都给我亲了，还想回老家过安稳日子？喂，大伯，是我啊，麒麟。麒麟，你这个混蛋！为什么我想回家你都不准？现在如你愿了，我爸已经不准我回花园市了。雪瑶姐，我这是看你今天给我夹菜的份上心软了，想帮你劝劝伯父，让你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。怎么现在成了我的错了？你少在这装好人，你会有那么好心？雪瑶姐，我都这么帮你了，你难道不奖励我一个亲亲吗？说真的，既然家也回不了，那个创业伙伴也不想要了，不如就当我媳妇儿呗。呸！你现在没了我的把柄，还以为我会再让你欺负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爸也支持我创业，等我培训班办起来，马上就脱离齐家，到时候你就等着后悔去吧。雪瑶姐，好好回去养精蓄锐，等着新一轮的惊喜。我倒是希望到时候你还能跟现在一样有活力。你这个流氓，迟早有人会把你收了，狠狠教训你一顿。2002年10月1日，汪成说他去小姨酒楼上班的路上被一群混混拦住揍了一顿，等到了酒楼，直接被当成了色狼抓起来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我觉得这事儿肯定和麒麟那混蛋脱不了关系。看着汪成哭哭啼啼的样子，我也挺心烦的。至少从手段和大心脏这方面来说，麒麟那混蛋要比汪成强多了。我告诉汪成，你连麒麟都斗不过，以后你的一切都会被他抢走。你现在有2条路，要么现在去向他磕头赔罪，要么低调示弱，等待抓到麒麟的把柄再一击致命。汪成似被我的话触动了，他说他要学勾践，卧薪尝胆。卧薪尝胆，汪成就他？蓝雨衣这丫头挺聪明啊，没证据光靠直觉就猜出是我干的。不过她以前觉得成绩才是一切，现在却认为手段和心理强大更重要，这明摆着已经开始背离汪成，向我这个大反派靠拢了。汪成要卧薪尝胆，行啊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林少，我都等你1个小时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林少，昨天我碰到一个小子，去找我们对头的一个大哥，说你欺负了他，让那大哥找人修理你。谁？叫什么陈？于晨。对对对，那小子是那大哥的表弟，说好了今天中午在学校门口堵你。谢谢林少，要不要我找人过来帮你撑场？一个小混混头子而已，我自己能摆平。以后有什么消息，及时告诉我。于晨，就凭你？雨熙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他们就说我是色狼，可我真的是冤枉的。更巧的是，我被追的时候麒麟就在前面，最后还把我绊倒。我怀疑这些都是他设的陷阱。别哭了，我相信你说的话，我也觉得这些事儿和麒麟有关系。一个男人遇到事儿只知道哭诉，成不了大器。如果你连麒麟都斗不过，我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眼光。现在有2条路，第一，去给麒麟下跪磕头，祈求他原谅，从此再也不跟他作对。第二，去找麒麟示弱，长期麻痹他，等你有能力击败他了再报仇。你自己选。这不是我认识的羽西，像变了一个人。古有勾践卧薪尝胆，3000越甲可吞吴，古人能做到，我汪成为什么不能？以前是我大意了，现在我听你的，先苟着，等抓到他的把柄，再除掉这狗东西。
哥，你带了多少人？40多个，绝对够用。你们学校全是乖乖仔，没人能帮得了的。等下目标明确，打断麒麟一条腿，我们就跑。我出去躲一阵儿，你看热闹就行，别动手，责任全推在我身上。好。那混蛋出来了，围上去！麒麟，你走路能不能正常点，老走我后面干什么？雨熙，这边不对劲，快过来！麒麟，你这混蛋，快放开我！就是这小子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动手，把他一条腿打断。表哥，慢着，不能动手，你搞什么飞机？这是我喜欢的女孩，她哥喜欢的人，不能伤到她。喜欢女孩，她哥喜欢的人，都什么跟什么？班长大人，赶紧给你爸打电话。你这混蛋果然不学无术，他们找你寻仇关我什么事？等下打起来我就紧紧抱住你，他们要打也是先打到你。你不打电话，咱俩当个亡命鸳鸯也挺不错。我说你怎么放学非要跟我一起走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有人要找你寻仇，故意把我拉来当垫背的？就问你打不打吧，不打的话，咱俩待会儿一起挨揍。算你狠！爸，学校门口有群流氓要欺负我，你快来救我！什么？雨熙，你别怕，爸马上让最近的警察过去，你稳住他们，别让他们伤害你。班长大人干坏事越来越娴熟，欺骗你爸还能挤出眼泪。我不这样说，我爸能这么快派人来？你这混蛋！我爸是警察，我迟早让他把你抓起来。麒麟，你对得起你富二代的身份吗？有本事放开雨熙姐，出来跟我单挑！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有本事你们过来咬我啊！我就喜欢躲在女人后面，就喜欢吃软饭。妈的，冲上去干他！先把那女的拉开，再把这小子腿打断！全都蹲下抱头，否则我上去就是一警棍！警察叔叔，这些小混混都是从犯，这个叫郑宇的是主犯，有这个叫于晨的也是主犯。你是？警察叔叔好，刚才这些人要欺负我们班长，没一个人敢站出来，我这人最有正义感，直接挺身而出，打退了10几个。如果不是我，班长就危险了。这狗东西，明明拿人家当肉盾。我要是能有他这么无耻，也不至于斗不过他。小伙子可以啊，冲你这正义感，我给你申请个见义勇为称号。见义勇为就算了，我受之有愧。警察叔叔能不能帮我申请点奖金，10来万就行。警察叔叔，您一定搞错了，于晨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成绩好，还是3好学生，他不可能打架的。小妹妹，他聚众斗殴是被当场抓住的，怎么处理要看他的认罪态度和受害者的说法，我也帮不了你。你们俩也跟我去局子里做笔录吧。OK。麒麟哥哥，我能跟去吗？我担心于晨。当然可以，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嘛。警察叔叔，你们先走，我开车跟着。这混蛋果然欺负思玲妹妹了。麒麟，你放开思玲！老实点，带走。我操！赵叔叔，我坐同学车，您帮忙带路。麒麟，我也去，带我一个。兄弟，这事儿跟你又没关系，警察都没让你去，你还是早点回家吃饭吧。麒麟，你个狗东西，迟早让雷劈死你！思玲妹妹，跟我一起过来吧。赵叔叔，那个于晨聚众斗殴，罪责大吗？会不会影响他以后读书？这取决于你和雨熙，你们是受害者。于晨未满18，我们不想毁了他。如果你们愿意写原谅书，就可以宽容处理，写个检讨、口头批评就完了。那如果我不原谅他呢？那就按程序走，聚众斗殴，主犯至少拘留，留案底，以后考公当兵都受影响。麒麟哥哥，求你了，
他还小，不能留案底。思礼妹妹，你替他求情？行啊，那你说说，你拿什么来还？麒麟同学，考虑好了吗？今天就要结案，晚了他就得拘留了。赵警官，我再想想。你也听到了，这次是于晨主动找我麻烦，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反正我不会原谅他，就让他拘留7天，留个案底，这辈子前途渺茫喽。麒麟哥哥，我知道是于晨的错，我替他道歉，求你了，他真的不能被拘留。想让我写谅解书？行啊，你等下当着于晨的面亲我一下，我就帮忙。麒麟哥哥，能不能换一个条件？这个我真的做不到。那就没得谈喽，我这就去找赵警官。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这才是我喜欢的思瑶妹妹吗？思瑶，你没事吧？麒麟那个狗东西有没有欺负你？麒麟，你他妈放开思瑶，否则我杀了你！于晨弟弟，这可不是对待恩人的态度啊。于晨，你以后别跟麒麟哥哥作对了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出去后好好读书，会遇到更好的女孩子。思瑶，你要干什么？别做傻事！你还不知道吧？思瑶妹妹为了让我出谅解证书，已经决定把初吻给我了。不！猜猜我是谁？妈，你都多大了，还玩这种幼稚游戏？啊，对对对。臭小子怎么说话呢？你妈辛苦一下午把你想要的龙虾买回来了，就这态度？龙虾买回来了，我这就给你们露一手。看什么看，大色狼！你挡着我洗龙虾了。陈姨，洗龙虾有讲究，我来教你。雪瑶，你弟弟一个人忙，你就不知道帮把手？哦。天哪！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我都怀疑你被外星人占据了身体。这年头谁还不藏一手绝技啊？妈，你脑洞别那么大。这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，居然还有这本事！妈，尝尝。这味道也太……1个多小时，全吃完了。不知不觉喝了这么多。事实证明，没有不好吃的食材，只有不会做菜的人。现在给个评价吧，这3道菜推出去，再办龙虾美食节，这生意能不能做？儿子，明天我就去考察养殖场地，进虾苗。电视、报纸广告，龙虾美食节尽快筹备，等明年夏天咱们大展拳脚。爸，太慢了。苏省鱼蹄市已经有人开始养龙虾了，直接把那边的养殖方全部收购，一边控制鱼蹄市场，把成虾运到江汉办美食节，一边进虾苗回花园市建养殖基地。到时候一南一北控制华夏2大龙虾产地，定价、出货，全由咱们说了算。这混蛋居然能想出这么详细的商业计划，不行，我得赶紧把培训班做大，趁早脱离他的魔爪。2002年10月2日，都怪麒麟拉我当垫背，害我又被老爸骂了，夸他挺身而出。可他哪里知道，我就是被这混蛋骗过去的。对了，老爸说市里出了灭门惨案，一家3口被杀，市局悬赏100万征集线索。他让我放学就回家，别乱跑。唉，可怜的汪城同学，你心上人都已经快把你忘了哦。100万，可惜前世没关注这新闻，不然还能领个奖。上午收了600块培训费，一天1200，顶我当老师1个月工资了。江雷买饭时救了个溺水的小孩。
下午工商局来查封，说我们无证经营。结果那小孩的父亲居然是工商局局长，局长不仅把钱还了，还让我们明天去办执照。我操！路边随便救个小孩就是工商局局长的儿子，查封的正好是他爸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编。妈的，主角就了不起啊，气运逆天是吧？既然知道了明天的剧情，那就别怪我截胡了。走啊，班长，我请你吃午饭去。你要死啦！这是学校，谁让你碰我肩膀的？就当上次你给你老爹打电话救我，这一顿我请你，你就放心的跟我走吧。哎，雨熙，快了，那个杀人犯的位置就快找到了。等拿到100万奖金，我也有了和麒麟抗衡的实力，到时候再也不用忍气吞声了。你是不是有病？大热天不在我店里吹空调，非得打包跑这儿来晒太阳？这里风景好，一边看湖一边吃饭，多有情调。你不吃，这蟹黄可肥了。咦，麒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姐夫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媳妇儿，快叫人，这是我姐夫哥。谁是你媳妇儿？你好。这麒麟可比我这个姐夫哥强多了，连人家女孩子的肩膀都搂上了，我却连雪瑶的小手都牵不到。我出来买午餐，你雪瑶姐还等着呢。哦，我也是看这风景不错，就过来吃个饭。既然雪瑶姐等着你，那姐夫哥你快回去吧。好，那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救命啊！我腿抽筋了，谁来救救我？来了，小朋友你别乱跑，哥哥来救你。姐夫哥，下水救人太危险了，你如果出了事，雪阳姐怎么办？这么危险的事就让我来吧，我体力好，也没什么牵挂。小辉，我的小辉啊！这男人来头不小啊，可惜我没下去救人，一份大机缘就这么没了。兄弟，看什么呢？快搭把手！我叫你别乱跑，差点淹死，知不知道？小兄弟，今天太谢谢你了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收钱味道就变了。给孩子买点吃的压压惊吧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麒麟。我在商业管理局工作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打这个电话。谢谢秦哥。应该是我谢你才对。我姐夫哥呢？你把人救上来后，他就走了。不过看他样子，好像不怎么高兴。哎呦，刚才游太快了，脚抽筋了。真抽筋了？我给你看看。你这恶心的混蛋！我刚才就不该心软相信你的鬼话！呸呸呸！我这不是看你嘴上有油，想给你擦干净吗？擦干净不会给我纸吗？你这分明就是色狼行为。说他是混蛋没错，但真比撩女孩子，10个汪成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如果汪成有他1半油滑，我的初吻可能就不是给齐洛了。快走，我先给你送到学校，下午直接请个假回家换衣服去。来了，催什么催？今天要做的事儿可是一件接一件。上午2节课，下午2节课，一共1200多块。1200，顶我当老师是1个月的工资了。等口碑打出去，1个月3、4万都打不住啊！你好，我们是市工商局的，清查这栋楼所有商户营业执照，无证经营，涉嫌非法集资，依法查封，没收所有非法所得。小李，情况怎么样？局长，只有这一家没办牌照，已经查封了。这不就是麒麟中午救的那个中年男人吗？工商局局长。秦局长，我是江磊啊！中午您儿子落水，是我小舅子下水救上来的。你小舅子叫什么？麒麟。
这样吧，你给麒麟小兄弟打个电话，我听听他怎么说。是姐夫哥啊，有什么事儿你说。我和你姐的培训班被查封了，查封的人就是你中午救的那个孩子的父亲，你能不能跟他求个情，放我们一马？行啊，你把电话给秦局长吧。秦局长，我小舅子要跟您说话。麒麟小兄弟，咱们真有缘分啊！没想到今天查封的第一家商户就是你姐夫哥的。谁说刚才那人是我姐夫哥的？秦老哥，我家就我一个孩子，独生子，没姐姐，更没什么姐夫哥。那人就是骗子，估计中午看到我救你儿子，想乱攀关系。胆子挺大呀，敢假冒麒麟小兄弟的姐夫。你这培训班我查定了，以后营业执照也别想办了。平时都谎话连天，真给你执照，老百姓还不得遭殃？花园城市小龙虾的故乡，第1届华夏小龙虾美食节等待着您的光临。今天你带女朋友吃小龙虾了吗？老妈动作挺快啊，这么快就和电视台谈妥了。麒麟，你当初怎么知道那个孩子的爸爸就是工商局局长的？雪瑶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就是善心大发，不忍心看一条生命消逝，仅此而已。麒麟，只要你求那个局长帮我们办下营业执照，把培训班和钱还给我，我答应你一个条件，好不好？行啊。麒麟，你别过来！雪瑶姐，你不是要条件吗？这就是条件。雪瑶姐，鉴于你态度诚恳，我给你一个谈条件的机会，答应我3个条件，我现在就给秦局长打电话。你也不想培训班垮掉吧？丁，察觉到女主角齐雪瑶遇到新麻烦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选项1，无偿帮助，奖励魅力+1；选项2，奖励消费返现卡上限50万；选项3，齐雪瑶，你也不想培训班垮掉吧？奖励托尼贾 SSI 级泰拳术。SSSS 级泰拳，听着貌似挺厉害的样子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选项3 SSS 级托尼贾泰拳术，已发放至宿主。3个条件。别激动，先听我说。第一，以后我所有的衣服你手洗，不准用洗衣机。第二，以后的晚饭你做给我吃。第三，每天晚上给我按捏身子放松。就这3个。麒麟，你把我当保姆了？不能是老婆吗？老婆也会帮老公做这些事，对不？谁是你老婆了？你能不能要点脸？就问你答不答应？答应现在给我捏背，我马上给秦局长打电话。唉，做着老婆给老公按摩的事，却不想当老婆，这个位置多少人抢着要啊！实话告诉你，你回来之前，我已经给秦局长打过电话了，过几天让江磊去办营业执照就行。我真的有必要和他斗下去吗？我真的能斗过他吗？让我看看这个 SSS 级泰拳是个什么水平。
汪成也太厉害了吧！今天下午旷课去抓犯人，就是那个灭门案的嫌疑犯。他根据蛛丝马迹排查到犯人躲在一栋废弃厂房里，报了警。全市新闻点名表扬，时局亲自发放100万元奖金。我爸也对汪成赞不绝口。前世汪成可没这本事，看来因为我一直在改变剧情，这小子变异了。变异的好啊！既然现在我知道了嫌疑犯的藏身地点，那这个天大的气运，我也不好意思不截胡了。等你所有的气运都被粉碎掉，我看你一个穷小子还怎么翻身。蓝雨熙日记里说的位置应该就是这里了。眼中杀气挺重的，估计以前坐过牢。汪成的撒叉可以啊，不愧是气运之子，这杀人犯藏得这么隐蔽都能给他找到。好浓的杀气，不行，不能打草惊蛇，现在就给警察发短信。谁？肯定又是一个想拿我去换奖金的，可惜老天爷都不帮你，废弃厂房上面掉下来一块烂木头，把你砸晕了。猜得不错，加100分。这次老子真要感谢老天爷了，知道我最好这一口，给我送来这么个白白净净的小帅哥。尼玛，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这杀人犯是个基佬。啊！痛死我了！你是谁？放开我！小帅哥，钱这东西俗得很，哪有男人之间的友谊来的舒服？好好配合，别乱动。你个臭变态！放开我！我要弄死你！还敢骂我？看来你力气用不完啊！喂，江汉市警察总局吗？我已经找到灭门案凶手的藏身地点了，就在黄川路老水泥废旧工厂。另外，凶手劫持了一个人质，你们最好再叫一辆救护车来。你们这些混蛋警察，给老子听着！老子手里有人质，马上撤走，不然老子一刀宰了他！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放了人质！都退后！所有警察退出去，不然我杀了他！逮捕！你叫麒麟，身手可以啊。我们那么多警察都没摸过去，你倒是悄无声息，自己在家随便练着玩的。兰叔见笑了，别谦虚，你协助查抓住了轰动全市的悍匪，从明天起你就是小英雄了。说说有什么感想？兰叔，我想跟你闺女处对象，你看行吗？这小子牛逼，敢跟铁面阎王说这话，头一个！你小子胆子够大啊！要不是看在你抓了凶手的份上，我一枪毙了你。是兰叔让我说感秀的，雨熙长得那么漂亮，想跟她处对象很正常吧？如果喜欢兰叔女儿也是一种错，那兰叔你还是枪毙我吧。算你小子有种，下午别上课了，跟我回局子里，让我看看你到底几斤几两，敢跟雨熙谈恋爱。爸，麒麟到底犯了什么事儿？你真把他关进去了？
你瞎说什么啊？我就在你身后，我刚立完功，马上要当英雄了，你说我犯事儿？他犯了谈恋爱罪，我把他关我办公室里了。你出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你小子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准去，直到我放你离开。说说吧，你跟那小子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爸，你说什么呀？我跟谁开始了？你谈恋爱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是自己招出来，还是回去后逐条伺候？麒麟该不会把我和汪曾的约定说出去了吧？早知道就不来救这混蛋了。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。我说那麒麟怎么平白无故跟我说要跟你处对象？原来你这丫头背着我在学校就跟他谈上了。啥？关门反锁，这不该是我的活吗？是你跟我爸说要跟我处对象的。没错，你爸让我说敢想，敢说敢想，我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呸！你这个色狼，谁要跟你处对象？你害我丢脸死了！臭变态，你要死啊！想要来拿。你嘴巴最油滑了，信你的话才怪。知错能改吗？你现在人长得漂亮，成绩又好，天天请我吃午饭，亲起来又香甜，我勉为其难可以跟你处处。少贫嘴！你刚才说汪城也卷进来了，他怎么了？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去了就知道。汪城，我的好兄弟，你看我带谁来看你了？麒麟，是不是你这个狗东西把我打晕的？我要杀了你，还我100万奖金！你把我的荣耀还给我！啧啧，那个凶手怎么一点都不怜香惜玉？雨熙，凶手藏匿地址是我找到的，是七星打晕了我，抢走功劳。求你跟你爸说。汪城，大家只会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你如果想证明，就去找警察。一个想靠女人翻身的男人，我看不起。雨熙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毕业找到工作就当我女朋友。那只是我的一句玩笑话，你不提我都忘了，所以你也忘了吧。雨熙！麒麟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抢走我的功劳不算，现在还让我颜面扫地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最近光顾着收拾汪城，把这俩给忘了。我的玩具心里只能装着我一个人，于晨该处理掉了。麒麟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既然你不主动找哥哥，那只能哥哥来找你了。走，哥哥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麒麟哥哥，你要买手机吗？不是我买，是给你买。给我买手机？麒麟哥哥，我能不要吗？理由？我还欠你15000没还清呢。谁说这手机要记账了？免费送你的。都怪我平时坏得太彻底，把你吓出阴影了。这手机是方便你联系我用的，免得你这小傻瓜不主动找我。就这部，另外给我办个靓号，尾号跟我的要情侣号。他居然送我了部手机，只是为了让我找他。回去直接跟你爸说是我送的，听见没？不然你突然用这么贵的手机也不好解释。以后去哪儿都带着，不准不接我电话。于晨啊于晨，你不是自诩正人君子吗？我倒要看看被逼到绝路上的你
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那张纯良的脸？好戏才刚开始呢。2002年10月5日，祁岭这坏蛋真讨厌，明明说要跟我处对象，却偷偷给汪思玲买手机，咋不给我买？我才是正牌女友啊！刚给思玲买完手机，蓝雨熙就知道了，肯定是汪成说的。不过当和反派真爽，永远不用担心修罗曲，因为这些女孩从一开始就知道我麒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天哪，汪哲哪来这么多钱？中午放学居然要送我5000多的手机当生日礼物，还送我10束花表白。可我早就对他没感觉了，我直接拒绝了。哼，麒麟的混蛋撩完我就跑，连我生日都不知道，下次绝不再给他亲了。汪成哪来的钱？灭门案的功劳被我截胡了，他手上应该1分钱都没有才对。这家伙身上肯定发生了我不知道的事。喂，帮我跟着汪成，看看他最近在跟什么人接触，尤其是他哪来的钱。思玲，你不是想要手机吗？我给你买来了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就算麒麟打死我，我也不跟你分开了。于晨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好像我是麒麟哥哥给我买手机才跟他亲近的。难道不是吗？你就是被他那些奢侈东西迷住了眼。我跟你一起长大，我是不是物质的那孩子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我不要麒麟哥哥的手机，是因为怕他伤害你，我这是在保护你。你走吧，我是不会要的。你把手机给我吧。思玲，你收了我的手机，是不是就不要他的了？你先回家吧，我落了东西要回去拿。麒麟啊麒麟，思阳终究还是喜欢我的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彻底出局。5000多的手机不便宜啊，思玲妹妹，你就没想过于晨一个穷学生哪来这么多钱？会不会是他从小到大攒的零花钱？上车吧，我带你去看看于晨的另一面。天杀的小偷啊！偷走我们夫妻辛辛苦苦攒的1万多块钱啊！那是小陈上大学的学费啊！爸妈，是我于晨对不起你们。可是如果我不拿钱给思玲买手机，他就要被麒麟那个狗东西抢走了。你们放心吧，等我以后毕业工作，我会千倍万倍的还给你们。爸妈出什么事了？家里怎么这么乱？小陈，你走的时候锁门了吗？咱家遭小偷了，1万多块全没了。啊？我锁了，还推了2下确认。对了，这几天我老感觉有个男的鬼鬼祟祟在附近转悠，会不会就是他？这可怎么办？孩子拿什么上学呀？也怪我非要把钱放家里，以后我打2份工吧，再找亲戚借点，不能耽误你上学。爸，不行，千万不能说，一说出来他们肯定会找思玲麻烦。谁呀？这是？叔叔阿姨好，我来找于晨的。哟，是你呀？你爸不是瞧不上我们家吗？还来干嘛？阿姨，这是于晨送我的手机，我当时不想要，他硬塞给我。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，特地来还给他。手机？完了！说，买手机的钱哪儿来的？我拿零花钱去商场中了大奖，手机就是奖品。真巧啊！家里刚被偷1万，你就中奖5000块，你怎么不说你运气逆天呢？
中奖。那这些是什么？我在外面累死累活，你倒好，偷家里的钱，撒谎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都是你这个小贱人，引诱我们家于晨偷钱！我今天替你爸妈好好教训你！臭八婆，我麒麟的人也敢打？你管不好自己儿子，还想拿别人出气？你跟你儿子一样，都是废物。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们道歉。于晨，我喜欢的是那个体贴开朗、善良、乐于助人的你，不是现在这个谎话连篇、偏激固执的人。曾经的于晨，在我心里已经死了，以后你不用来找我，我也不会再见你。王思玲，你怎么敢说这种话？谁都有资格指责我，就你没有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可你这个贱人，就因为麒麟给你买了部手机就把我抛弃了，现在你还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我，你凭什么？一开始就错了，我太傻了，我为什么会愿意为了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牺牲自己？麒麟哥哥，带我离开这里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这个人了。废物，你的青梅竹马现在是我的了。啊！你个狗东西，我要杀了你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提前看清一个人是好事，要是你真答应做他女朋友了，那才亏大了。你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你的初吻给了我，你跟我牵过手，陪在你身边的人只有我。麒麟哥哥，你会一辈子对我好，是吗？当然，你是我的小公主，我不对你好，谁对你好？思玲妹妹，那你喜欢我吗？有一点点喜欢麒麟哥哥，但我会加倍努力，更加喜欢你的。费尽心思，终于把这个小精灵收入囊中了。雨熙，是汪城啊，找我什么事？老板，来份宫爆鸡丁，账记在我男朋友麒麟身上。雨熙，你已经答应麒麟当他女朋友了？没有啊，是他答应做我男朋友了。像他那么骄傲的人，怎么可能主动追女孩子？雨熙，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他什么德行我最清楚，玩腻了你就会一脚踹开。他连你今天过生日都不知道，不像我时时刻刻都记着你的生日。你看，鲜花、手机我都准备好了。离开麒麟，回到我身边吧。汪城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这些东西不便宜吧？雨熙，麒麟那混蛋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。我送你的东西，都是我拿命拼来的，我才是能守护你一辈子的人。汪城，你不要再幼稚了。我现在实话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了。我男朋友只有麒麟一个。为什么？一定是我付出的还不够。只要弄死麒麟，雨熙一定会回到我身边。吃错药了。自从上次营业执照的事儿过去后，江磊就再也没找我，我也没有主动找他。今天我约他去培训班，想把营业执照解决的事告诉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把我……什么？江磊把齐雪瑶给强了？事后他扇自己嘴巴，说一时冲动，但会对我好。他爱了我4年，要不是麒麟，我打算相信他，先把营业执照的事解决，然后尽快挣钱结婚。至于麒麟，答应他的事我会办到，然后尽快搬出去，和他划清界限。划清界限？
齐雪瑶，你想得美。林少，你让我盯紧汪城，我刚才发现了，汪城他在金孙夜总会当。这消息可太值钱了，明天你们几个我一起解决。江磊，麒麟给秦局长打电话了，说一切都是误会，明天你去办营业执照就行，钱也能拿回来。误会？他摆我们一道又说误会？齐雪瑶，你是真把我当傻子骗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麒麟什么德行你不知道，他会平白无故帮我们，你到底答应了他什么？他只是让我帮他洗衣服、做饭、按摩，就这些，你还想怎样？按摩、洗衣服。齐雪瑶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江磊，你解决不了问题，就只会埋怨我。麒麟威胁我、欺负我忍了，你呢？你不但不帮我，还反过来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追了你4年，连手都没牵过，他凭什么？就凭他有钱？江磊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我不想等了，4年了，你给过我什么？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别想走！雪瑶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努力挣钱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住手！警察！放开我！我跟他是情侣，这是误会。误会？我们接到报警，说这里有人强奸未遂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跟我们回去说清楚。雪瑶，你跟他们说我们是情侣，你说话呀！别怕，没事了。哟，姐夫哥，这是唱哪出啊？麒麟，是你报的警？我可没报警，我只是听说有人要欺负我雪瑶姐，好心过来看看。没想到，姐夫哥，你这人面兽心的本事，我是真服了。是你报的警？雪瑶姐，我说过是我的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欺负你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江磊这颗棋子废了，汪城那边的好戏也该收网了。林少，今天辛苦了，这是酬劳。谢谢林少，谢谢林少。走吧，别在这儿晃悠。就你了。金先生，您找老板有事？急事。老板这会儿正忙着呢，您懂的。那个男宠又来了。我当然知道，但这事儿比那更重要。让开，老板怪罪下来我担着。谁让你进来的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这特么的是个狠人啊！
喂，兰叔，下班没？没呢，最近又出几宗案件，正头疼呢，现在还在加班。兰叔，没头绪的案子先放放，我这新官上任3把火，给你送个功劳。什么功劳？虎泉这边的金樽夜总会有人聚众乱来，养男宠，具体位置在683总经理办公室，您带队来查，保证有惊喜。消息可靠？您见过女婿坑岳父的吗？臭小子！紧急任务，所有人放下手头事，下楼集合。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没有搜查证怎么能随便闯？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？袁强，你们不怕吃不了兜着走？我管你老板是谁，在江汉市做生意就得遵纪守法，是龙给我盘着，是虎给我趴着，拿出警棍，敢阻拦的一律电击伺候，敢袭警的直接击毙。袁强，好久不见。金凯、老宋，你们死哪儿去了？别叫了，你那帮人全蹲地上等着进局子呢，没人能救你。你站住，抬起头来让我看看。是你，你是雨熙的同学，汪成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复仇，我要让那个抢走我心爱女孩，把我变成这副鬼样子的狗东西，死无葬身之地！麒麟，是你报的警！兄弟，我只是见不得你误入歧途，我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？你毁了我的一切！雨熙、蒋金，我妹妹，连我最后一点尊严你都要踩碎！毁了你，汪成，是谁先把我当傻子耍的？我一直把你当兄弟，掏心掏肺，要钱给钱。你把这些当成你主角光环的垫脚石，你管这叫兄弟？那是你活该！谁让你人傻钱多？对，所以这辈子我学聪明了，不做好人，只做赢家。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上辈子你赢了，成了人生赢家，娶了校花，住别墅，开豪车，而我从楼顶跳下去，摔成肉泥。你在说什么疯话？听不懂没关系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这辈子你的主角光环碎了。对了，你妹妹现在是我的小公主，你放心进去蹲着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麒麟，你敢动她一根头发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麒麟，你这小子又帮我立了一大功。兰叔客气了，帮岳父大人不是应该的吗？少贫嘴，我跟你说正事儿。你协助抓住灭门案凶手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市里汇报了，上面决定后天上午在你们学校开表彰会，现场给你颁发100万奖金。100万？真给啊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你准备准备，别到时候上台腿软。兰叔放心，我脸皮厚着呢。下面，请麒麟同学发言。我首先要感谢学校对我的栽培，感谢咱们大美江汉市，感谢楚省 TV， 感谢 ZJ TV， 感谢 MV。这货感
感谢到 MV 去了。但我最想感谢的是我家老头子齐峰和我风华绝代的美女老妈方圆圆，是他们含辛茹苦靠养小龙虾把我拉扯大。可怜啊，我家小龙虾那么好吃，却无人问津，都快破产了。10月8日，玫瑰湾广场，华夏第1届龙虾美食节，全场免费吃。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你们忍心看我这个小英雄破产后连饭都吃不起吗？这绝对头条！阿峰，是咱儿子上电视了！这臭小子知道感谢爸妈了。麒麟华夏会龙虾美食节，这臭小子一个采访形式上被他弄成广告了。10月8日，只剩2天了，咱儿子把机会铺好了，咱不能拖后腿。要不你们一起？美的你！前世从楼顶跳下去的时候，我以为这辈子完了，没想到反派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